而美国一些媒体和人士称，中国正在嘲笑美国狼狈逃离阿富汗的败相。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反问：这还需要我们嘲笑吗？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是否失败？美国的盟友是否还认为其可靠可信？相信大家心中自有答案。美国国会山网站称，拜登正处于他任内第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机之中，就连民主党党内也感到震惊。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民主党人同样在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民主党领导的3个参议院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誓言要调查拜登政府糟糕的撤军行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最近几天的事件是过去20年里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顶点。美国现在正目睹多年来政策和情报失败的可怕结果。美国多份不同的民调数据均显示，拜登在处理阿富汗问题上遭遇挫折，其支持率受此影响已跌至50%以下，是自今年1月20号上台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一项民调显示，虽然撤军是美国主流民意，但有近70%的人不满意拜登在撤军上的处理方式和危机处理表现。CNN 分析指出，目前拜登自上任以后的政治蜜月期可能已经结束，支持率下跌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而长此以往，即便他选择不再竞选连任总统，也会连累到民主党在明年中期选举上的表现，丢失众议院控制权或只是时间问题。而在盟友中，这种影响还要更深远。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全球都在反思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欧洲国家感觉遭到背叛，开始怀疑战友的可靠性。那些想将美国当作保护伞的国家则不安地揣测自己是不是下一个阿富汗。乌克兰外交部的消息说，在美国人完全离开阿富汗的军事设施后，12名乌克兰军事人员被留在前美军基地内，目前大使馆正在与他们联系。美国现在无情抛弃阿富汗政府，使盟友们心灰意冷，这下一步就会影响到拜登这个大国竞争战略的推展，因为他想把盟友都绑到大国竞争这个战车上。现在人家愿意不愿意跟随，人家看着眼前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是要动摇他们追随美国的这个信心的。同时呢，美国在全球的其他议程上，当他需要盟友配合的时候，特别是需要地区盟友配合的时候，大家都要留一手。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是否失败，美国的盟友是否还认为其可靠可信，相信大家心中自有答案。这个还用中方来嘲笑吗？不过呢，美国国内出现这种声音其实也不难理解，遇到问题和麻烦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也不努力的从根本上去寻求解决问题，而是一味的对外甩锅推责，这是美国的老毛病了。实际上，作为阿富汗的友好近邻和真诚朋友，中方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国委员兼外长王毅近期也密集与相关国家外长通话，协商应对。周三，王毅应约同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通电话。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积累了诸多矛盾，美国撤军又留下了新的难题，阿国内还有爆发内战的风险，和平重建的进程难以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国际社会应共同鼓励和支持阿富汗各党派、各民族团结合作，翻开阿富汗历史的新篇章。周四，王毅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通电话。王毅表示，这几天阿富汗局势发生巨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事实证明，所谓民主改造不符合事实，反而自食恶果，其中的教训值得汲取。中巴作为阿富汗重要邻国和本地区负责任国家，当前形势下必要加强沟通协作，为支持阿富汗平稳过渡、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在周一，王毅还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王毅表示，阿富汗局势出现巨变，前政权不战而垮，塔利班宣布取得胜利。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结局有其内在逻辑和必然性，标志着军事干预、强权政治不得人心，终将失败。美国它实际上是希望阿富汗继续乱下去，进而对中俄构成牵制。现在推进阿富汗实现国内和解稳定的力量
在增大，各种条件环境有利于推动阿富汗实现国内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是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